好，来看看，今天我老师给大伙来一个非常牛逼的一个街机游戏。很多人小狼，你净扯，这个游戏只有一个 X 轴啊，只有一个 X 轴，连个 Y 轴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你跟龙王战士比怎么比，对吧？你跟暗黑密影比怎么比，对不对？龙与地下城比怎么比？比不了嘛。啊，但是我想告诉你，这个游戏可不一样啊，这个游戏非常的屌。这个游戏呢是街机少有的啊，这种 RPG 也好，你是怎么很多先驱啊，很多游戏的类型都在这里面。之前我解说过几次魔法剑啊，都不是很专业。那这一次跟大家伙讲一下魔法剑这个游戏呢，咱们打速通的话啊，确实没啥意思。打这个摊分呢啊，也不能说啊，咱不能说这个意思啊。打这个摊分的主要的想法就是说，让咱们呢这个把所有的这个塔全爬得明明白白的，对吧？摊分嘛，一定要走最远路线、最长路线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摊分的时间作为街机来讲呢，时间还是蛮长的。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对吧，就是打了50分钟左右啊。那这里面呢，咱们可以看到啊，就是说咱们有带宝宝了，看不见啊？咱们是选的一个这个钝刀战士啊，选了个战士。但是呢，咱们后面刚才一上来呢，是选择救了一手这个女弓手，这个是弓弩手啊，弓弩手。那怎么说啊？这就比较赖了。而这个游戏咱们可以看到啊，有魔法啊，咱们是有魔法，然后还有这个很多的设定。这里面你看有这个什么啊，这哎，你看这个头像，越看这个头像让我想起三木童子啊，这跟那个三木童子干上了啊。好，当然呢，跟大家伙讲一下这个所谓的摊分。好了，不要啊，不救啊，这个要这么解释一下话，大伙儿了解了啊。这个还是需要一个近战配远程吧，我感觉是这样的啊。这里面有很多种配合的啊。这宝宝妙啊，白天跟着打仗，晚上点。那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西游小哥哥，我他妈就想问你一句话，你说那个《西游释迦传》里面为什么有一个小龙女？我就不用多说了吧。啊，以你的淫荡本相，你应该能了解，对不对？《西游释迦传》里面有一个小姐姐啊，这个有一个小龙女，她是为什么呢？啊，对吧？这个弄小了吧啊？好，可以看到啊，这游戏其实也是有这个等级啊。然后你看那个钥匙开门，拿这个钥匙去开门啊，什么对吧？这里有一个金钥匙，还有个银钥匙，还有一把生锈的铁钥匙啊。你丢的是哪一把钥匙呀？啊，我丢的是一把铁钥匙啊。那这把金钥匙和银钥匙都给你了啊。然后呢，结果呢，就是你丢的是这个，对吧？你丢的是这个三上优雅呀，对吧？还是上元雅一呀？啊，还是这个新边小狼呢？啊，对不对？我说的是小狼啊。好，开门呐。好，你可以看到啊，该吃啊，还可以重复。吃掉之后呢，咱们是这个加一个2万分啊。这个咱们可以看的啊，这个游戏呢，其实你能找到很多那个网游的影子，在这个游戏身上找到。这可是1990年的游戏，兄弟们啊，90年的游戏。你别说90年，咱们大家伙啊，我跟你讲，我第一回上网大概是在1999年左右啊。那个时候我们的上网环境应该是电话拨号，极少数的网吧有 ADSL 专线上网啊，更别提什么宽带什么，对吧？什么宽带业务了啊，没有这个说法了都啊。而那个时候呢，能上网，咱们除了当时上一些 QQ 啊，能上一些 QQ， 还能上什么？还能上什么联众啊？大家伙如果有玩过的啊，应该知道联众可以玩什么4国象棋什么，大家伙有没有印象啊？等等啊，对吧？就这种游戏啊。这游戏是叫这个名字吗？啊，右边没改呀，提醒一下就好了啊。魔法剑最强摊分啊，怎么说？一手啊，简简单单，不需要3秒钟就可以把标题改好。好的，2万分啊！跟你说，吃这个像这个，比如说咱们这个盾牌啊，你像刚才那个吃完之后呢，瞬间加2万分，对吧？比那个吃什么都实惠。你看你吃一个那个大金币才加8000分啊，是吧？这就非常狠了。好了。这个不换，还是说这个盾牌兵带弓女手啊，带这个弓弩手。正上方有一个这个地图的这个显示。啊，
其实最好还是斗鱼。好，基本上啊，这个搜集这些钥匙什么的啊，好 ，Thank you。啊，就是为了让他给的东西。你看8万分，我操！啊，是真的赖啊！但是咱们不换全屏阵，看不看见？金币不消失啊！漂亮！我感觉这个摊分让他玩出花了。我之前解说过魔法剑的摊分了，但是呢，没有他像他这么玩的啊。这个确实是最新的记录啊！好，全屏阵，哇靠！那个没吃啊，不想吃。神套刚才已经吃过了，咱们看看。哇！我操，这还有机关呢！打完之后呢，有这个石头往下掉啊。好，这里面还有饰品，你看。我操，这个人也哎有个翅膀，有个翅膀，好的，带上。哇！哎，我操，我感觉这个帅逼啊，我操，他可比咱猛多了。你看啊，看起来装备是一样的，这逼他能把剑撇出去，我操！哎，你看，看吧，看吧，感觉带龙骑啊，兄弟们啊，带了一手尹志平，看不看见？这一手尹志平可真的是牛逼啊！你看起来像近战的，跟咱们打的时候是近战啊，一旦变成仆从了之后啊，我操！而且是3排刀刃啊，这个太赖了，这个。好，在这里小刷一会儿啊。后面其实还有东西的啊，你看这里面一直在刷，这小蝙蝠。好。500分都是小分啊！打这个小怪虽然说也加，但是没有这个必要。我们看看，有点危险啊！这钥匙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钥匙已经是满了啊！这个桥好逗啊！钥匙已经闪光了。啊，钥匙满了之后，我们看啊 ，Time's up， 哈哈，掉下去了。现在时间快到了啊！好，那个800分不要无所谓啊，赶紧过图。感觉他这个秒数确实，你看他这个 Time's up 这个秒数啊，有点嘚儿了，有点快啊，有点像毫秒这种感觉。还龙骑，我操！尹志平、甄志炳，对不对？我操，这一堆小狼是狠啊！好，这个游戏是不是叫是男人就上100层，对不对？感觉可以叫是男人就上100层的啊！现在已经90多万了，而时间才过了8分钟啊！你想想啊！我感觉这个哇，如果论攻击力来讲啊，就这套组合已经无敌了，一个大剪刀，瞬间就是对吧？2万啊！哎，这个小龙感觉好可爱啊，这个小绿龙啊！好，骑着小蜥蜴，一个小钥匙。我操，这个给了是一个无敌保护罩，8万分的钻石，8万分的宝石啊！确实赖啊！他现在砍出的话，4柄剑，看不看见？升级了，自动升级啊！之前是自动升级。这个大橙子面馆啊，吃碗面。这里面你看，咱们最开始是3个剑，这就变成4个剑了啊，相当的赖了。好，这个哇，这是感觉有点像个小偷一样，这扔了个蘑菇，这蘑菇不能吃，好像是啊。单书铁卷，8级满级是吧？最开始要那个，我感觉要那个宫女手，确实没有这个龙骑猛啊。这龙骑确实是太实用了，真的啊。
门呐，给什么东西？我操，一堆，哇，还给哎，开门救了个人，然后不仅给了道具，还给了一把银钥匙啊，特意这么设计的。感觉这个恶魔城，好像这个城里面东西太多了，全是怪啊，每一层都是魔王，有点像那个什么《仙剑奇侠传》里面那个是什么，那个叫什么塔啊？《仙剑奇侠传》里面那个塔叫什么塔来着？啊，哎，药师，直接一震。啊，我这有个宝箱，哇！你看这个地图，你就挖铁剑，就这个龙骑的这个剑，都是无敌的，好不好啊？一条大龙，一些隐藏的东西，好的，直接震，哇！水母还能在空中飞，这个设计啊，多多少少，你看这个水母让我想起那个《合金弹头3》里面那个水母了啊，对不对？还是那个震好啊，一震的话震出金币来过瘾啊！好，开门呐！锁妖塔啊，锁妖塔，对，是叫锁妖塔啊。但是咱们这个，我跟你讲啊，咱们这个最狠的这个设定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没发现吗？啊，咱们最牛逼的设定是什么呢？就是一般塔里面啊，大环境是这么设计的，就是说越塔层数越低，这个塔越牛逼；塔层数越高反而不行。你上塔都是先从，对吧？先从这个最高层上到最高层，然后再往下下，好多都是这么设计的啊，对吧？这个，然后呢，就会发现一件事儿，就是说你上高地，上这个高塔，然后再从塔往下下到第2层，好像据说啊，从第1层直接上到13层，然后呢再从13层再从13层到12层，然后再到最后的2层，第2层才是最屌的啊！锁妖塔、头幽塔是丰田啊！我操，这一把剑，你看，还能倒。这个龙骑他当然也是挨揍了啊，但是龙骑刚才被挡了一下啊。这个游戏还是有时间限制，所以说呢，你也不能无限贪。所以这个就摊分玩法来讲，这个是很强大的，真的。现在12分钟啊，不到13分钟就打了157万，这个游戏真的是很有心了啊，做的。我觉得挺适合娱乐的。真街机里面如果有一个这样的游戏啊，我想说不会玩真的挺难的，真的挺难的啊。但是呢，但凡会玩了，打磨时间挺好的。其实你看操作啊，确实不难啊，看操作确实不难。你看对不对？你有一个这个仆从，对吧？有个龙骑，有个远程的，你是个近战，他就感觉到好厉害的啊，对不对？1408那个我都看了，我都10多年以前看的那个电影啊。好，又扔个蘑菇，感觉这蘑菇应该是让超级马里奥吃，对吧？好，上方有个眼睛，直接掉2个宝石，我操，真能想啊！你看，掉下2个宝石，16万分，我操，这个。什么都可以不要，这两个8万的不能不要啊，真的厉害了啊！今天是摊分合集，这个摊分有的是需要技术，有的就是打全图，很多人应该都喜欢这样的设定吧啊！好，这边这关应该可以震了，我们看看，开之后。你这都是跳开啊，最好是跳开。好了，这个震感觉震不了太多的怪啊，一震的话呢是有这个金币的，但是这个金币的不多。啊，有个宝箱啊，但这个全套的话就嘚儿了啊。哎，好，又是一个蘑菇，你看。
这个哥们儿下来好像想要偷东西一样啊。好了，合金2和合金3的摊分都做太多了啊，太多了。木伊奶，哎我操，这个球，这打红色的那个球啊。好，现在咱们的盾牌，其实你无形当中看一下盾牌已经跟之前的不一样了啊。咱们再吃盾牌的话，也是这个盾牌。好，开门呐。有的时候去刷那个戒指啊，还是有必要的。你像这种地方，1银1铜1金，对吧？3种。啊，这才是真正的龙骑啊！这个是绿龙啊，这是个 BOSS 啊。这个小 BOSS 的话，多多少少还是挺逗的啊。啊，还可以救银色的。过这个地方才是过图啊，过这个地方才是过图的啊。好，钥匙还是够用啊。这个也可以救，我们看看，想要刷一会儿啊。啊，宝箱有个金钥匙。我操，这个龙是盘龙柱吗？这不是？看不见盘龙柱啊。保护罩。这里面这个道具呢，其实。好，既然有一个让你跳的，肯定在上方是有东西的啊，它肯定是有一个设计的。好，黄金的啊，黄金兽人给了一个2600，非常的抠啊，非常的抠。这些道具啊，干什么用的啊？其实都可以去研究一下啊，对吧？你要想玩好一个游戏，肯定什么样的道具都是有一定的用处。就哪怕你是一个大神了，你也可以选择用不同的玩法，对吧？来试一试啊。好的，为了吃那个金币葬身火海可不行啊，毕竟咱们现在血不多呀。好了，打了一个特殊的道具，啊，特殊的人物，然后出了3个血啊。这3个血的话，给自己回了一格啊，起来吧，回了一堆。我们看，天书是加幸运值的啊，幸运值。何谓幸运值？想当年我们玩这个传奇的时候，认为幸运越高越有用。不得不承认啊，幸运越高确实是越有用。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件事啊，在官方原版设定当中，啊，只有这么一个设定啊，什么设定呢？就是幸运9，还有祖10，还有一个正常的，一共就这3种设定啊。要不然就是诅咒加10，要不然就是幸运加9。要不然就是其他的，你幸运8、幸运7，什么诅咒6，没有意义啊，没有意义。掉血几率大是吗？这个太赖了啊！好，该吃不？我感觉有点像体力一样啊，你该吃点吃啊。啊，面包。好哇。它是发出来跟咱们自己本命的话呢，就非常好，一个8万的钻石，跟自己本命的装备啊，直接一吃，然后加分。这摊分像速通，没有啊，速通他就不会这么走路线了啊，直接就是一路奔 BOSS， 然后一路把 BOSS 抠了就完事儿了，不扯这个事儿的啊。这木伊奶，这不就是？这木伊奶太狠了，这木伊奶。解说 PS 游戏我没有解说，其实你要录下来的话还是有的啊，还是有机会的啊。啊，可以看到一直在刷这个木伊奶，感觉现在趁着有限的时间啊，刷这个木伊奶还是挺狠的啊。为唠你姨奶呢啊，你姨奶可硬实了啊。
啊，好，时间。真的是难啊，该过图点过图了啊！啊，你看这些箱子，这个地图可以各种走啊。这个地图是，给了一个铜钥匙，无所谓啊，有的是这玩意儿。你大伙看这个东西都感觉像说什么金钥匙、银钥匙、铜钥匙，都是这么念，但是其实应该不是这么念的啊。你看它的排位顺序，第一个是银钥匙，中间那个看起来很高端，但是呢，右边那个呢，是吧？它又不一样。捕获狼，我看玩的，我没玩过捕获狼，但我真玩过那个叫什么游戏啊？那个叫求生之路啊，有这个各种各样的那个地图啊，他做的地图呢都是那什么的啊。最近听说又做了一个新的地图，就是魂斗罗版求生之路啊，就是而且还是一个还是一个那种版的。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，就是变成了那种，就是有点，就是它不是第一人称视角的啊，那种啊，非常的赖的啊。开门呐！啊，感觉后面那个龙骑士怎么说呢啊？龙骑士帅啊！我记得在龙王里面有一个版本，对吧？这个就是有一个 BOSS， 就是一个龙骑士啊，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啊。索尼克安排一波人没有？有，以前解说过啊，但是现在没整啊。以前是解说过的啊。那个索尼克我解说过 TAS 的。就你根本看不明白那种啊，就那个音速索尼克让人 TAS 玩家玩完之后，你会发现他过关的方式跟你过关方式是不一样的，他是各种卡 bug、各种卡地图就能过那种。蝴蝶，花蝴蝶真美丽。哎呀！这么一看，这游戏其实还是有难度的啊，确实是不是像大伙想象中那么简单啊？啊，开门吧，赶紧进屋吧，老姑父，你这是比我呀啊！小时候感觉还是冷兵器比较帅，是不是啊？真的，你们说最开始08、09年的时候，咱们玩那个地下城与勇士，当时玩的最多的职业是什么职业？对吧？当时玩的最多的这个职业，首先就是鬼剑士啊，咱先不说是什么啊狂战士或者什么的啊，玩的最多的就是战士，就是那个鬼剑士，对吧？鬼器什么的虽然说不多，但是呢，你像那个剑圣啊，拿光剑的那个人，还有这个就真的是非常多。为什么？就是冷兵器的魅力啊，还是有的啊。很多人说为什么选那什么少？因为那个时候女生玩游戏玩的少啊。你要现在你看那些那个，你像王者荣耀，它做皮肤，对吧？主力玩家、主力的消费人群，尽管是男生，但是呢还是女生啊。出了皮肤，女生就是必买，就跟女的衣服一样啊。出了皮肤，女的是必买的啊。男生可以不买，自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皮肤，他就可以不买了。但是女生不一样，比如说女生喜欢玩的英雄，比如说小乔吧。这个小乔，你但凡你怎么设计皮肤，你随随便便就出一个皮肤，只要你出一个皮肤，他没有他就想买啊。男的有的时候不一样，比如说他有一个啊最好的皮肤，那么他就考虑我再出入手其他的吧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大法师啊。他召唤的这个东西有点外星人啊。好，过图吧。一把大剑，我操，帅啊！
差点都信了。男人消费就女性消费能力是最强的啊。很多人说现在赚女人的钱，这个赚那个不行啊！告诉你赚什么最赚钱，赚老人的钱，赚小孩的钱最赚钱。你忽略了一件事啊，老年人的钱也是老太太花的钱花的最多，然后赚小孩的钱也是妈妈花钱花的多，知道吧？哎，弄晓了吧？所以说还是就赚女人的钱是最好赚的啊，兄弟们啊，就无奸不商。知道这个事儿就好。好的，他这个地方居然选择直接过图了啊，因为实在是没有心情靠血了啊，这个怕死。没跟你们说嘛，这个直播平台有一个粉丝链啊，这个粉丝链是什么呢？就比如说啊，什么样的粉丝是最不值钱的呢？色粉啊，色粉什么意思呢啊？这个色粉是啥意思呢？就是一些好色的粉丝，然后呢啥也不干，天天就是啊，这是最不值钱的啊。然后呢排名就是倒数第一的是这个色粉，它是倒数第二的是什么呢？啊，不是穷粉啊。很多人说穷人那肯定那就不值钱呗，不是啊，再穷他有饭吃，他也可以给女主播，可以给女主播对吧？我天天吃泡面，我也要1个月给我们女主播送几个飞机，送几个火箭，啊，我1个月赚2000，我也要送啊，没办法啊，这都是食物链啊，摆在这儿啊，这是精神必需品啊，所以说倒数第二并不是他这种不是好色，这种是执着啊，人家有自己的女主播，对吧对吧？排名第3种啊，排名第3，倒数第3是什么呢？是这个穷粉啊，确实是穷啊，真的没钱啊。然后呢，没办法也能送点啊。第4种是什么呢？啊，就不用说了啊，中间就是几个，就跟大伙说最值钱的几个啊。最值钱的是什么呢？最值钱的就是小帅哥的富婆女粉，多了一个多了不需要啊，3个2个就够用啊，就够用。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出卖一些色相。啊，这种粉丝1个顶100个，而且是死忠粉那种啊，相当屌了啊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还不是大哥的那个，还不是那个女的大哥粉，对吧？女主播的大哥粉不行啊，还得是男的啊，男性主播的女穷粉，就是说这个男主播呢非常的帅，比如说我吧，啊，就长得比较帅，然后呢就有很多小姐姐喜欢我，这个小姐姐可以没有多少钱，但是她可以花男朋友的钱去养她啊。这是排第2名啊，非常的好赚钱。第3名呢是什么呢？啊，第3名呢是什么呢？就是女的穷粉啊，最值钱的啊。虽然说她穷，但她可以那个什么啊，然后来养你啊。反正总体来讲，女粉是最值钱的啊，对吧？啊，第4种是什么呢？第4种是女的主播的女的粉丝啊，也值钱啊，也值钱。不要问我为什么啊，这个有样的啊，有这样的。再就是呢。才是女主播的大哥粉啊，这个是这个意思啊。当然呢，如果你自己有自己的赚钱能力，这另说啊，对吧？你有自己赚钱能力那另说。因为呢，这个有的女主播人家自己就能吸金啊。咱们指的是一些中小型主播。好的，你看每次这个大法师可以在这里震啊，就在这里得刷多少分啊？待会儿那个大法师出来，对他一砍，对吧？你看跳起来。一砍，哎，然后咔哧啪嚓这么一震，就是金币，真心的赖啊！所以说呢，这个女粉多才是真的牛逼，大家伙记住啊！哎，如果要是那个我狼的女粉现在不是还没那么多嘛，那大家伙可以选择先去一趟泰国，对吧？然后再去一趟韩国，你就是女粉了，好吧？你就是女粉了啊！这个没毛病吧，对不对？好，时间快到了，赶紧开门吧啊！剑网3是一个故事非常多的一款网游。想当年玩劲乐团，女粉还是不少的，但为什么女粉少了呢？因为劲乐团太难了，一言不合就变包子，差距实在是太大了。比如说你玩这个王者荣耀，对吧？有的女粉她选这个中单法师，队友呢稍微给力一点，
对吧？尤其是像选一些远远放技能的，像小乔啊，像妲己呀，像什么，对吧？像什么那个甄姬啦，像这种啊，操作起来比较简单实惠，爆发还很强。队友只要给力一点，可以打几个人头，也许一个不小心还能得 MVP， 有非常的人物归属感，对吧？你像玩这种竞技类型游戏，你玩拳皇，你能打得过人家男生吗？啊，你打不过的，好吧？你根本就没法打，而且家长里也不支持你玩，你也不愿意玩，打不过还玩什么呢？对不对？劲乐团也一样，为什么劲舞团可以呢？因为劲舞团嘛，第一呢，可以如果你的这个文笔好啊，就是不是你的文科思路好，你可以背板，你可以背舞步，玩自由舞步，上下左右上下左右空格，上下左右上下左右上下空格啊，完事儿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不行呢，我们玩那个劲舞团主要不是为了玩游戏啊，是为了开一个房间，然后写一个叫聘夫啊，什么叫聘夫我们就不说了啊，什么聘妻之类的啊，尤其是还有同城的那个区。啊，比如说黑龙江区开一个房间，牡丹江的进啊，对吧？啊，哈尔滨的来等等，你看这一下子啊，这个游戏就不一样了啊，这个游戏劲乐团就是纯玩，劲舞团是可以谈对象的，你必须得有谈对象啊，你不谈对象，那女的就不玩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说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这水母，来我们看一下。我们的龙龙怎么6级了？好了，我们龙龙7级啊，正常好像吃错了吧？这个正常，咱们的龙龙按理说应该是8级，是4柄剑啊。你看，现在才7级啊。好。不小心吃错东西了是吗？还是吃那个东西就是为了加那个什么的啊？吃那个东西就是为了加一些东西啊？那里面被锁着，这就不救他啊！真是服了啊！现在游戏就是谈对象，你像玩格斗游戏的人，女孩为什么那么少？她他妈太难了！而且，但是我想说一句话啊，其实呢，我还想说一句，它为什么难呢？因为它太简单了。所以说它太难了啊，就是这没啥说的啊。你要说那个你想让一个女的玩，就好比就是让女的买车，还要买笔记本电脑，还要买手机，女的就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：这个外设一定要颜值高，就是要好看啊，内饰好看一点我可以装修，但这个外设啊一定要好看。我不管你的发动机是多少的，我不管你什么发动机几缸的，什么这个啊，这个每秒100公里加速多少，什么你别跟我说这个好不好看啊，好不好看啊？这女的这是第一，买笔记本电脑买手机好不好看？笔记本电脑我管你什么 i9 什么多少的啊，管你什么这个 CPU 主频多少，什么内存多少，什么显卡什么。你别跟我扯那没有用的，我就问你这个笔记本电脑好不好看就完了啊！你不好看就给我滚，我管你多少钱，不买，哎，手机也一样啊，你别给我扯那个东西啊，就是要好看啊，然后呢，再就是拍照好看啊，手机还有一个拍照好看，自动修图啊，就这个意思啊。现在这个手机，你看它一整多少就。什么是拍摄？拍完了之后自动修图啊，保证不穿帮什么的啊，你必须的啊！你没有这个，你想干对吧？那干不了啊，对不对？玩游戏也是，就出皮肤，你得出这个东西，没有谁玩啊，愁死了啊！我也不带玩了啊。好，我现在这个电脑是 i5 啊，i5 9代。然后我那个电脑是 i7 9代啊，都是买的他妈的都是拼装的，说白了都不是原版的，有套路在里面啊。这个毕竟当时穷啊，对不对？你狼创业这干这么一个工作室，到现在都是你狼一个人，逼逼赖赖的，是不是啊？好，你看这个隐藏的宝箱8万一个，该说不说是真的过瘾啊！进屋吧。这个确实很重要啊！你说你玩个游戏，你说不好看谁玩啊？一个游戏，如果懂程序的人都知道这个游戏怎么做的啊，精美，
其实本质上它都是一些代码，对吧？本质上都是一些代码。你说你，对吧？你跟这个女的讲代码，人家就不玩了，对吧？我记得当时啊，我记得玩那个最狠的是玩那个传奇私服，玩传奇私服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设定，就可以通过那个内挂啊，咱们就说传奇私服嘛，可以通过内挂，然后把一些什么装备特效啊，把什么特效全剪了。就好比大家伙玩那个赛博朋克2077，对吧？你特效全开，你觉得玩的非常好；你不开特效，你就觉得玩的就一般化，就没意思。然后呢，你就想给自己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器。要不然你对吧玩不了这个游戏，你就很难受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都爬到，哎，你没发现吗？这种感觉有一种浓厚的这种，就是这个叫什么呢？叫做恶魔城的这种既视感啊，有点那种恶魔城的既视感。好。我记得我14年买的电脑是 i7-4770，然后自己整了一个电脑啊，用的非常不错。但现在一看懒闲子了啊，但其实也不是懒闲子，我那电脑慢主要是因为我硬盘有问题，做了太多的媒体渲染和压缩太多的视频，那个硬盘的坏道都已经无法修复了。等到有机会啊，还是要把那个换个硬盘，因为那个电脑呢，该说不说的。啊，玩个游戏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。想当年我开一个传奇外挂，然后呢10开那个传奇私服，一点都没事啊，10开传奇私服。这传奇私服当时是只能3开啊，最多是3开，打开第3个就不行了。然后后来我10开啊，好。这个宝箱，哇！这些金币，哎，好绿啊！这个绿巨人，哎，这个绿色的这个雕像看起来好像那个，有点他那个皮肤像征服者康，是不是？有点那种感觉的啊。好。我操，这个点吃啊！这8万分，别的可以不吃，8万分不吃那肯定是不行的啊！哇，好，直接上楼。这到底有多少层，兄弟们？你们知道魔法剑一共有多少层吗？啊，哎，这个小龙好可爱啊，小火龙、小蓝龙，啊，对吧？好，哎呦我去，这挨打了之后有一个后退的这么一个效果啊。好，这么多门啊，这么多门，咱们看看。这里面我该说不说的，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啊。这应该是好4000分，钻石哇！我看不见，全程最牛逼的就是这个钻石啊！这个钻石是这个传说中的8万分一个，想都不用想，是真的好啊！这个头盔是4000，我记得没记错的话啊。好，又是这个小偷，我老想管他叫小偷呢。3万分的一个勋章雕像，我操，拿上大刀了啊！看无钩啊，这个刀看起来好帅的样子。防，哎，我就是小偷。
后面还有个100万的钻石，那是真的屌啊！就像我们玩那个 FC 的那个联合大作战，也就是那个中东战争，它在倒数第2关还是倒数第3关啊，有一个关底，那个关底居然有一个什么设计呢？有一个50万分的设计，我操，对吧？你整个摊分才那个几十万，然后就一吃那个50多万啊，130万，最后摊分是138万，那个地图居然有50万的分数，你说得多赖吧？好。这后面一震，好的，一震，哎，真的过瘾啊！这屏幕当中出了这些东西啊，全是小怪。好，你看它前面那个血，前面还写着7呢啊！血虽然说很厚，但是你要血杀的话，你要知道这个震血杀这个招式呢，也确实是，比如如果你能吃点补血，还能恢复，但是时间是有限的啊，时间是有限的，并没有像大家伙想象中的那么多时间啊。跟龙王的怪挺像，但是它没有歪轴啊，对吧？它歪轴呢，顶多就像合金弹头一样啊，它没有这个，它只有一个台阶可以让你跳上去。本质上来讲，它是没有歪轴的游戏啊。这个血杀还是挺猛的啊！你看这个地方还给你小天使，给你小天使的，你还能打出那个血出来。这个地方设计的挺好，就是让你摊分用的。不过时间到了就没法说了啊。能一命，这个游戏一命通关啊！咱们说句实话，这个游戏操作看起来不难，但是呢，你要对这个游戏了解，你才能那个什么啊。好，你看还剩15秒钟，对吧？你管它叫15秒也行啊，你叫100多秒也无所谓，反正看你。好，还剩下最后那么一段时间，还要摊，没了，不能再摊了，不能再摊了。你要死命吗？好，还是降血的啊！这个时间到了是快速降血，你看没看见？瞬间降到了这个6块血啊！瞬间降到6块血。它跟那个《三国志2》的这个情况有点像，到0不会死。我们看看，从上面一走，《西游记》世界速通做过了啊，不能连着做吧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你说的是那个你是给我发那个 TAS 那个吗？那个还得下载啊。你是那个下一站守候是吧？还得下载，对不对啊？好。你看吃这个血呢，这个加的还是挺有收获的啊！在这里还是得选用炸。这个屏幕当中一出现这个羊头啊，就是摊分的好时机。你看现在都1000多万了啊，兄弟们啊，这都1000多万了，这一下一个8000分，你想想什么感觉啊？对吧？你说你哎，刚才这个地方好像没整好，刚才好像没弄好啊。那个小的800分可以不吃，但是这个8000分啊一定要吃。再等一波，一炸，好，吃分双倍。它这个饰品可以有特殊的能力是吗？比如说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天书可以加幸运值。你看它关键时刻吧，关键它这个游戏简单，它就恶心在哪儿呢？它就是让你摊分了，为啥呢？这里面有一个小天使，一会儿过来给你送一个补，对吧？送一个补血，只要你操作得当，一会儿就一个补血啊。好，小天使来了，看，一下就加3个血，还剩4管血啊，还剩10几秒钟时间。
那如果说贪的极限还是可以的啊，养血还是挺好养的啊。好，到0了，还是要贪。毕竟已经到游戏的最后尾声了啊，这个血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了啊。你看这个血掉的啊，非常的快。走了，还剩2管。哎，这边3个血要吃。好，还剩最后一个血啊，那当然应该说不能说最后一个啊，最后一个空血了。好。进屋吧，老姑父啊！老姑父，你这是逼我呀啊！这个太难了，太极限了啊！啊，一个大肉，你看一个大肉加的血虽然说不多啊，但是你苍蝇也是肉啊，对不对啊？好，一个盾牌，这盾牌的这个越来越牛逼啊，感觉啊！从火这边跳过去，肯定是有个隐藏的东西，要不然哎，对吧？要不然不能这么设计啊！我操，这一下直接一下加1管血的，兄弟们，你们看没看见？刚才那2个东西一下加1管血的啊！你看，这个有体力的这种感觉，你玩着玩着啊，它就自动掉血，对吧？很难的这个游戏啊！大腿啊，没要这个天书，还是要打分。好，这几百分也是分，对吧？你不要也得要啊。狼门口有偷车的师傅，什么叫门口有偷车的？什么叫门口有偷车的啊？好，你看那个盾啊，你站着不动的话啊，咱们还可以挡。这个盾的设计非常好啊。这个地方感觉贪不了多少分啊。进屋吧。好，我们看看，终于等到你啊！来看看，这是个类似于像悲迷糊一样的女巫啊。不管它啊，直接往左边走，有宝箱，一个盾，一个刀，啊，7000分。这个是奇美拉是吗？我想问一下。啊，这也不是啊，四不像啊，又有狮子，又有龙，然后还有羊头啊。哇呀，掰man，100万的钻石，兄弟们啊！你们看没看见刚才那个100万的钻石？太狠了啊！8万分，大钥匙啊！上楼了，上楼了。Welcome to 什么什么什么玩意儿啊 ？My name is 007啊！好，就遁入幻境啊！来，又是龙王啊！感觉就是我感觉这种游戏就是干上了啊！好，这个是恶魔之王，一看像羊头啊。看这个 boss 怎么说呢？啊，感觉好像他玩他就有这个位置啊。好，喂，好的，有无敌位，你看他发的每一个招式都可以搞一下啊。啊，这宠物现在还剩2滴血，3滴血，3格血。第一没关系啊，这个 boss 很肉，看不见啊，
现在咱们也费血了，又费血，咱们只剩0滴血了啊，有点恶心了啊！一个血杀，KO。15814158，有零有整的，我操，感觉不小心跟接了8个币似的。不过在我的心目当中，我感觉他是不是应该这么搞一下啊？是不是还有一个结算的分数？我们好像是等一下有没有结算分数了啊？最后这个游戏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是没有结算分数的，因为它没有关，它没有说第1关、第2关啊什么东西的。好的，灵珠子 ，yes， 这个选择是。反正是你可以选择这个怎么踏，是终结它还是怎么踏啊？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啊。啊，这妈的抹石，说句实在话，我是真的这个不会英语，太嘚了啊。好，啊，录像结束了。大概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你啊，就是写出你的名字啊，又复活了。那他妈这个复活，他妈的，他不就是跟那个恶魔城一样吗？一定会复活的啊，太嘚了啊！好，那么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，也再次感谢我们的随心医院给大伙表演的这么一个精彩视频，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伙的支持吧。那大伙一定要帮忙转发一下，或者说是关注是肯定了啊，少不了的啊。但凡你现在能听见我说话，一定要关注我一下。我们就不多说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